三言两语间，魏无羡终于明白自己为何结丹如此之快。那是因为蓝忘机以自身灵力相催，强行为他速成了一层心法，而自己却是元气大伤。魏无羡又是心疼又是恼怒，更不明白，分明是他一直在劝自己不可操之过急，为何突然之间又要急于求成，甚至不惜自损，最终只得无语凝噎。路途中，魏无羡担心蓝忘机的内力尚未完全恢复，便不许他一下子御剑飞行太久，总是行一阵子就逼他落脚歇一阵子。这步伐一慢下来，倒正好给了魏无羡机会继续为他的归隐生活未雨绸缪。虽说魏无羡是对荒漠生活心向往之，然而也只是自己在心里想想罢了。若是一个人倒还好说，但总不能带着蓝湛跟我一起灰头土面住窑洞吧。可窑洞里冬暖夏凉的气候又着实让他难以割舍。好在他很快就找到了更佳的选择，这回他们走了一条先前未曾走过的路线。渐渐的，二人行至中原地带，在一座山崖上见识到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民居。说来也是窑洞，却并非靠崖而立，而是沉进一个地坑里，掩映于树木之间。三五孔窑洞为一户，便形成了一个四面下沉的庭院，兼具了窑洞冬暖夏凉的长处，却又不必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可谓是两全其美。这座民居中住着一对夫妇和一个3、4岁的小孩。魏无羡看见小孩就忍不住想逗，没想到那小孩竟然还挺喜欢自己，对着他咯咯直笑。夫妇见状也格外高兴，便邀请他们在此处小憩，还请他们吃了一顿饭。见魏无羡对此地风土颇有兴趣，又带着他四处参观。就在不远处，还有一座较窄的院子，是这对夫妇的旧居。后来因为有了小的，才重新凿了一座大些的院子。农妇见魏无羡看得起劲，便问：公子可是来这里谋住处的？是啊，总得为归隐以后的日子做点打算。农妇打趣道：怎么年纪轻轻的就想着退隐了？魏无羡笑道：若是觅得良人相伴，何时归隐都不算早啊，是吧，蓝湛？他推搡了一下蓝忘机的肩膀。蓝忘机看了他一阵，终于道：农妇见这二位举手投足皆不同凡响，颇有世外高人之相，为了让自家小的也能耳濡目染，便主动提议：若是不嫌弃，不如暂且在旁边这座稍小的院子住下。魏无羡真让他说的有几分心动，可心知不能占人家便宜，便好言好语的拒绝了。那日晚些，魏无羡正帮这户人家做农活时，蓝忘机问：你当真喜欢这里？魏无羡点头道：我还从来没住过这种房子呢，而且这里夏天凉快，你是不知道，我可怕热了。蓝忘机没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到了晚饭时，魏无羡才得知蓝忘机将那座院子买下来了。魏无羡难以置信，原来有钱当真可以为所欲为的。接着他迫不及待地在属于他的地院里睡过了第一个夜晚。院子里有3孔窑洞，两侧是卧室，中间是一个左右贯通的厅堂。夜里魏无羡与蓝忘机分睡两侧，清晨他一出门就看见蓝忘机坐在中厅里一张小桌子旁，竟萌生出一种两人已经如此过了很久的错觉，心情十分愉快。等等，魏无羡脑中忽然警铃大作，这算不算是我们的新房啊？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魏无羡心情顿时更愉快了，踏着轻快的步子走到蓝忘机身边，看见那张小桌子上摆了不少东西。再一看，魏无羡直接傻了眼，那桌子上放着好几大锭的银元宝。虽然蓝忘机平日出手已是相当阔绰，可跟眼前这几锭元宝比起来，还是小巫见大巫。光是一锭都够他用上个1年半载了。魏无羡穷了大半辈子，此情此景对他的冲击着实太大。他眼巴巴道：你出来一趟，身上都带这么多钱的吗？蓝忘机道：给你的。魏无羡眨了眨眼，
心中又冷不防冒出一个念头：如果这地院是我们的新房，那桌上这些岂不就是他的？他不禁打了个寒战，满脑子缱绻心思无处安放，手脚僵硬，眼神四处乱飞。这时，魏无羡又在一定元宝底下看到了一幅极为熟悉的图样，歪着脑袋道：这是传送符。若是有需要，你随时可来云深不知处。魏无羡听得云里雾里，又低下头去，将满桌子的物件看了个仔细。除去那几大锭白花花的银元宝，剩下的便是几桶信号烟花、一沓符纸、一摞银票，还有一些高低不一的瓶瓶罐罐。他越发摸不着头脑，暗自嘀咕：这7、8岁的也不能是聘礼吧？见魏无羡久久没有表态，蓝忘机面色一暗，又道：你不愿来也无妨，可用反向传送符，我去找你。啊！蓝忘机垂了垂眸，手在身侧握成拳，决绝道：你放心，我定不会来打搅你。蓝忘机又从腰间取出一把崭新的铁剑，这把剑你可用作防身。魏无羡呆呆将剑接了过来。蓝忘机又道：这些膏药你也收着。看了半天，魏无羡终于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。蓝湛，你该不会是以为我要在这儿住下了吧？魏无羡扑哧一声：你急什么呢？咱们案子都还没查完呢，你等我收拾收拾，咱们马上就走啊。哦，等等，先去吃个饭，我肚子都快饿扁了。片刻迟疑后，蓝忘机道：好。等到吃饱喝足，他们又一次御剑上路。魏无羡立在剑尾，百无聊赖之际，想起早上蓝忘机给他那一桌子的东西，又一件件掏出过目，以打发光阴。不得不说，这一包袱还当真是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虽是没有聘礼的那份精巧华美，可分量却丝毫不输。暂且不论那几大锭银元宝，膏药也全都是最名贵上乘的，甚至还有好几册画本，可供他无聊消遣。生活方方面面皆已囊括，就算是没能顾及的，几大锭银子在手，也不愁解决不了。若是银子花完了，还能凭着那一摞银票去兑，这些东西足够他衣食无忧地过上数十载了。魏无羡将元宝拿在手里把玩了一阵，又抽出腰间铁剑，反复打量，嘴角笑容忽而一敛，最后凝固在了脸上。他低头看着手中铁剑，唤了一声：蓝湛。蓝忘机侧身。魏无羡嘴角依然上翘，眼里却不见笑意。这些东西你是什么时候准备的？蓝忘机浅吸了口气。魏无羡摸了摸剑柄上的刻字，这件是在我们魏阳所住客栈旁那家铁匠铺打造的吧？还有这元宝上的印戳，汉中钱庄，我们经过汉中已经是上旬的事了吧？魏无羡向蓝忘机走近了一小步，慢吞吞地问：蓝湛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要走了，不会跟你回去了？之前他就曾有过一瞬的讶异，为何蓝忘机会随身携带这么多银子？如此一来，很多事情都说得通了。那些银子是他临时去兑的，那把剑也是他临时去打的。魏无羡又想起蓝忘机前阵子是如何急着给他结单，甚至不惜为此自损灵力，仿佛一刻也耽搁不起。这哪是什么聘礼，这是蓝忘机早早为他备好的盘缠。蓝忘机目光闪烁，沙哑着嗓子道：到了。此时临近傍晚，他们已行至江淮一带，在附近找了家客栈打尖。魏无羡看着一桌子菜，难得没有胃口，只觉心中郁结难消，却也道不出个所以然来。直到两人吃完了饭，老板问他们要几间房时，蓝忘机淡然道2间。这轻轻的2个字，仿佛给了魏无羡当头一棒，硬生生敲醒了他。距离他回来都快1个月了，他跟蓝忘机孤男寡男，朝夕相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怎么还在睡2间房？魏无羡本是想着蓝忘机脸皮那么薄，他若是太过急迫，恐怕会吓着了人家，便安慰自己好事总是多磨，等到了云深不知处，还愁没有睡1间房的机会。
可谁知这蓝忘机竟然一声不吭，连盘缠都给他准备好了。这还不是最过分的，他又想起蓝忘机说的那句：“我定不会打搅你。”听他这意思，莫不是要与我从此不复相见了？枉我魏无羡一世不对，一世恶名，在传奇话本里活得声色犬马，怎么都这么久了，还没能跟蓝湛睡到一个房里去？非但没能睡到一起，竟还一言不合，让人家给打了个包袱送走了。究竟是我不行，还是蓝湛不行？不管到底是谁不行，反正魏无羡知道，他们俩再像这样下去是绝对不行了。